我发觉这些厉害的人，不管是有没有这方面宗教方面的这种连接，都是完全没有废话，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应该用的地方。包括就是时间安排上非常的，当然是非常紧凑，但是也非常合理，一定是他们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就去执行，然后没有其他的左看看右看看，左想想右想想，完全没有这些事情。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性格决定还是说可以通过后天锻炼的。这个东西是可以通过后天锻炼，因为我认识的不止这一个人，就是所谓的现在我们俗世说这个赚钱赚得很好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不管他的性格是慈祥的，是怎么样的，还是冷的那种，他们都是在执行力、在规划方面，首先是在意识层面上知道自己就是要这个，就像男生和女生去购物，男的就知道我就要这个，我就上去一挑就得了，女生就是喜欢 window shopping， 喜欢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这个就是区别，就是至少是我和那些人的区别。因为我之前听袁腾飞讲嘛，他说是因为就是在远古时代，女性是负责那个采集，采集的话，那你肯定要左挑挑右挑挑，你挑最好的那个果子嘛。对。而男性他是负责狩猎的话，那肯定你要不小心一不留神的话，那猎物跑了，那你半天都得饿肚子了。所以那他只要看到一个东西，那就直接专注手起刀落，一剑过去。对，所以这才是更要说明，就是你在对什么事情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嘛。就虽然这个是有天性或者基因在里面，但是你尤其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话题当中，我觉得 focus， 然后专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的前提就是你知道你想要什么。所以我就觉得 Kevin 他就很专注嘛，他聊的所有的那些内容的核心都是围绕灵性觉醒、灵性提升，然后包括奇迹课程，就是这些来的。对啊。你看厉害的人就是很专注，像我们就是一聊就不管了。不对，我好几次想打断你们，后来觉得让你们聊吧，开心的聊吧。没事，正好我也是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你俩聊挺好。因为我刚才就在想怎么能引入这个话题呢，然后正好吃一个葡萄我就呛到了，然后我就想，你俩再聊会儿吧，我咳嗽一会儿。怪不得听到有咳嗽。其实就是之前我为什么想要加你微信，就是想大家先聊一下，然后熟悉一下，在那个微信里把那些杂事都聊了嘛。对，明白。然后我就在想，要不然我说这么一个故事吧，就是因为就是告别娑婆里面这个上师嘛，他就会讲，就是作者问，你们就是消失的时候都在干嘛呀？然后他们就说，他说我们就去，就是有一些心灵等待着我们去激荡一下。然后我当时在想这个词儿，我一定要用上，就是你们俩刚才的状态就聊得很开心嘛，然后生活上的事儿啊，身体上的事儿，然后我就在想，要不然我引入个话题，激荡一下你们俩的心灵，是不是也可以？什么话题啊？其实聊得开不开，你如果看八字的话，它都是有这个。现在我基本上遇到一个人感兴趣，我都会去看他八字，就100%都是八字里面有合的，而且是不止一种合。对，发现一切都是有原因的。然后我就是想激荡什么呢？因为就刚巧我今天翻那个之前的一些笔记啊，然后我翻到了一个书啊，一个我自己的本儿，然后我记录了这样一段，我也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是翻到这儿哈，就可能就是缘分吧。然后想跟你们俩激荡一下，然后他是这样写的，就是当然这个是挺好的啊，我才记录下来了。然后可能话锋一转啊，我们进入另一个话题，就是它是告别娑婆的这个最后一本，是耶稣和佛陀的六世情缘这本书里啊，我感觉到特别有触动的一段话吧，我先读一下，然后你们俩看看有没有什么感觉啊，比较难理解我写的是
就我摘抄的是，由于他们对无形的天赋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就像睡觉做噩梦一样，恐惧、混乱、不安、怀疑及分裂等诸多幻象纷纷出笼。在梦境中，他们要么就是找地方逃命，要么就是对人穷追猛打要不是攻击别人的话，就是被人攻击，然后省略号。然后呢，后面还有一段有时候以为有人要杀他们，但其实连追寻他们的人也不存在。有时候则是梦见自己杀了邻居，身上沾满了血迹。经过这一切的人一旦醒来，就会发现原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梦中发生的那些混乱不过是一场空无。舍弃无名妄想的人就像是从梦中醒来，他们不再将无名妄想看成是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再视他们为真实之物，而是将它抛诸脑后，宛如昨梦。就这么一段话。然后这段话肯定是很绕很玄，然后我就觉得就你俩聊得这么热乎，我给你泼点冷水。你们就突然一下去听到这样一段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说的其实就是开悟之后的状态嘛，包括就是说的这个梦境中其实就是现实。然后那些真正虚无的东西才是真正真实的东西。然后梦中醒来就其实可能是离世之后，或者是升天之后的，或者是你开悟之后的这种状况，你会发觉一切都是妄念妄想，一切都是虚无。对，是这个意思。就他为什么会触动我呢？就是因为他第一句话就是很打动我。他说由于我们的这种无知所以我们就像在噩梦当中一样，因为我们都做过噩梦，对吧？就是非常的无助，然后在梦中有各种的懊悔错误然后被人攻击或者我们去攻击别人，然后其实能让心里感觉到最宽慰的就是，那如果这一切真的就是一场梦的话，那其实也挺不错，就是在我看来的话，因为它能至少宽慰我的一些烦恼和恐惧吧。所以我就给它摘抄下来了这么一段话。当然整个这个系列其实讲的都是类似的内容吧，它只不过去把这个终极结论去不停的给它论述出来用不同的角度。所以我就在想所谓的灵性吧，开悟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让我们从梦中醒来，让我们最终就是真正的认识到一切东西，一切事物，一切你珍视的，你在意的，都是宛如昨梦。但是这个话说出来特别容易，就像说我现在拥有100个亿一样，我说出来不代表我能做得到，我能真的就是处于那个境界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需要去反复的去琢磨，去品味，去深思。所以我们去探讨它，其实本身可能也是一个熏习和学习，或者说进步的过程。对，然后我还建议一点，就是实修很重要，就是有这些思想，就是读了这些书之后，比如说有一些书里它有一些建议的这种无论是打坐方式还是瑜伽冥想或者是显宗密宗这种各种宗派，只要你觉得这个练习方式是和你同频的，你愿意去尝试的，其实都可以练。你说到这个，就是现实当中，其实我们都像活在梦里嘛。之前我回国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18年回上海的时候，我再去看到那个我居住的那个街道，我恍如隔世，然后我不知道我当时在的是梦里，还是说我在国外的这段经历是在梦里，我已经分不出来哪一段是真实的，哪一段是梦境了。
就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可能我觉得开悟它其实是一个状态，是一个体会，然后真正你到那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一世就是现实当中所有的东西都像梦一样。我之前还有一个感悟，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激活的，但是也是最近我去这边有一个，就多伦多有一个叫 CNE， 它每年的9月份它会有一些大型的集市啊，游玩的地方，反正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每年都去的地方。然后我今年去了之后，我去买了一串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应该不是佛教的，但是是108串念珠。然后我是想着我去念经的时候用它，我看造型外形挺好的，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它，然后我就买了之后呢，我就坐在那个，我就走到外面，然后坐在外面去用这个摸了一遍，然后去念了一遍嘛，就是你刚拿到手，你肯定想，我要赶快我就用起来，是不是？我就这么在这个台阶上面坐了2-3分钟，然后在我起身之后，我发觉我的整个世界就不太一样了。我能够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不管是炒菜的、别人路过的、车鸣啊，反正这种声音就比以前要灵敏很多，然后我闻到了各种层次的不同的味道。就以前我觉得如果这个就是微风的味道啊，然后烧烤的味道，这些人流涌动的这个气流，然后我看到的人就变成特别立体的，就比我平时看到的要立体很多，就像我之前在清醒梦里梦到过的那种特别真实、更加真实的一个场面。然后当时我的感觉，我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真实的世界。就是我以前如果没有这个感觉之前，我会觉得我听到的就是这样，我看到就这样，我闻到的就是这样。但是我就在这种状态，我持续了10来分钟，直到我走进室内去上了厕所再出来，我就再也没有这个感觉了。但是我明显知道，当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它才是更真实的。而我平时的感觉都是就好像你是 CPU 升级了，那个电脑的那个等级不一样，你就是五感更通透了，就是当下有那么一种切换的感觉。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开悟之后他们认为的为什么平时那个都是虚幻的，因为真的就是他们的感觉更灵敏、更通透、更现实。就是你把你的注意力都全部放在当下一刻了。那种感觉就是没有办法太用言语去形容，那种感觉我只有在我的清醒梦里面经历过，我真实世界里面还没有怎么体验过。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我看其他的一些禅修啊、冥想的频道，他们是有过这种经验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那一刻感觉自己是更真实的。对，我觉得是对的，是对的，就是你的觉察力啊，你的那种当下的那种全神贯注的东西就更多了，因为我们的大脑嘛，时刻是让我们去不在当下当中去工作，其实它就是跟灵性就是相反的嘛。所以当你更觉察于当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你灵性的一种觉察力的展现。所以但我之后也不知道怎么样激活这样的一个状态。也算是一个巧合，可能是无法激活的，因为它就是一种经验一瞥吧，有的时候就是你经历了就是经历了，也没有办法去开启，没有办法去追求，甚至有比这种更高的那种感受也是有的，所以很多人经历过，他写出来了。这个东西其实无法追寻，就是有的时候是机缘巧合，有的时候就是你到那个时刻了，它就因果让你达到那个状态或者有的时候是某一些东西存在帮助了你一下让你有一个经历。总之就是其实你的方向已经找到了，然后
但是你的大脑一直还会让你去想东想西，或者说找东找西，这个也很正常。就是我好奇，就是你前面说的更高，你说，你前面说的那个更高，就是这个之后的更高的层面，你在其他书里有提到，能不能就是讲一下这方面？就像是说当下的力量那个作者，他就是突然感觉到进入了一种也是很难形容的一种空间吧，或者说感受，然后从此之后他就不再是同一个人了，然后他就写了这本书嘛，包括他在就是说公园上也是这个长椅上保持当下的状态，他躺了很长的时间，可能是几年吧，就是他已经完全利用另一种模式在生存着，或者说存在着了。因为我能明白他那个意思，因为多多少少会有一瞥那种感受，就是你刚才类似于你刚才说的那种完全当下的感觉，就属于是完全当下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你是感觉到一种很喜悦啊，或者说很快乐啊，或者说极乐呀，都是可以的，它是层次不一样而已。你要是说再高的境界的话，那与神合一了，那就是完全的经历了那种与更高真实存在的一种就是在一起的感觉，就合一的感觉。当然那个就是要求更高，然后可能时间更短暂，而且随机性更大吧。像这个高比索婆这个作者，他是在上师的帮助下，他体验了一会儿那种与神完全合一的感觉。当他在与神完全合一的时候呢，他感觉到其实他就是神，神就是他，就是根本就没有区别，也没有里外。然后那一刻的他是这样形容的，其实就是形容的挺有意思的。他说当你在那种状态下当中，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不完满的，或者说有什么缺失。然后他最重要的，他提了一点，他说你不会有一种然后的感觉。就是什么是圆满呢？就圆满就是字面意思，你已经圆满了，你不会再有任何的觉得那下一刻呢，或者说那后来呢，或者说那然后呢，你不会有那种想要在就是那种时间性的感觉去存在，你就已经是处于圆满当中了。然后他说那这样的一种感受的话，让我如果一直存在这种状态的话，或者一直待在那儿的话，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后来就是逐渐就会出来这个境界离开这个境界，然后是因为某些原因。但是这个与神合一的状态的话，其实包括就是江湖姐的 Clark 他有一个专辑，他也讲到了，就他最后已经达到与神合一了，然后就是一种时刻处于极乐的状态吧。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用语言形容的话，就是神他已经完全和你在交流了，就是你已经与神在开始交流了。而这个状态就是书中描绘的灵性的一个正常状态，就是自然状态因为神造了灵之后呢，神和灵是不停的在沟通的，是没有任何的阻碍的这样一种极乐完美圆满的状态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我们从这种状态当中就相当于一步一步的掉了下来吧，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们现在体验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就是一个噩梦嘛，就是它的基本理论就是这样的。我还就是提到这种类似书籍的话，其实我还推荐一本叫冥想雪松它里面的主角叫阿纳斯塔夏，它是一个在俄罗斯一个小镇就是很少有人知的这个一个很偏的一个种族，然后他们这种族里面的所有人基本上都能互相知道对方的想法，就是带有这种能力。然后他们每次会选出一个族群的一个leader， 就女性的 leader， 然后这个人她的名字就一定会起为阿纳斯塔夏。然后这个女生被一个商人，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商人发现了，然后她是在西伯利亚是要
就是进行这个油矿开采啊什么做生意的。然后后来他因为和这个阿纳斯塔夏的连接，他写了书，而且不止一本，从1到10的这本书，去描述阿纳斯塔夏这个原始的。他们这个种族就生活在很原始的，甚至连房子都不盖，他是睡在那个地洞里应该是，他们就是像这个白雪公主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和熊玩一玩，和兔子玩一玩，然后他们要吃松果，阿纳斯塔夏要吃松果的时候，就会叫小松鼠跑过来帮他剥开这个松果，就是像生活在童话里的，就是他和外界的所有的灵交流都没有障碍，而且他住在深山里，知道全球所有人类的一个习惯，他还学了，好像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六国语言，都是在他脑子里学的。或者是他平时如果有见到这个人，他就会想象说，我和他交流，然后他就会尝试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这么学外语的。所以就很神奇。包括你前面说的，就是说他通过上师的指导体会了一下就是与神合一的感觉。那阿纳斯塔夏也是让这个作者叫Vladimir 这个作者也体会到了就是和周围生物这种植物万物合一的这种感觉。他是通过调整自己的呼吸，就是心跳，把自己的心跳调低到和这个作者一样的心率，然后又感知周围的这个植物，把它们的频率调到和他一样的心率，这样的话这个作者就能感受到周围的频率是和他一样的频率，然后他就感觉到无比的爱，就是他不想离开，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感受。反正他有很多这个书里当中有很多这种神通的能力啊，其实都是我们人先天就有的。是，就是这个书以前我也了解过。对，老高有一些节目他就提到了那个冥想雪松，对吧？对，我也是根据那期节目然后再去自己去看的。我发觉就是确实就是我看完第1集的时候就有这种泪流满面被治愈的感觉。我觉得人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我们把这些所谓的神通把它描述成神通，但其实就是应该是我们本来就有的能力。就是你走向合一的路，你会有不同的阶段吧，然后你慢慢会感觉你先和一个树合一，你跟一个人合一，你跟一种理念合一，总之就是你开始不再去排斥分离分裂这些东西。然后确实，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有一些层次之分吧，就是有一些讲的就是最直接的一个终极真相，然后有一些就是不同阶段的吧。但是好消息就是虽然是不同阶段的，但是他们指的方向都是一样的。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阿纳斯塔夏出生的时候是没有双亲的，双亲都死了。然后这个双亲都去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那里有一个这种找到那个500年的松树嘛，然后如果你就是在上面去接收它那个信息，因为它的信息量过于多，要爆炸式的，所以你一旦去接收这个信息，这个人就会马上死掉。然后他的母亲就是因为不小心，我忘记具体是什么原因，去站在那个树上去接收这个信息之后，就去世的瞬间，他的父亲想去救他，然后也去抱住这个母亲，然后他俩就一起去世了，就是因为接收了一个爆炸式的信息。然后我觉得这个观念和某些科幻小说好像比较接近。至于这一块我倒是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对人类，如果你把所有的信息都下载了，你就会疯掉之后就会
死掉这样子。电影超体也大约有类似的内容吧，就是他到后来就是不断的吸取所有的知识，然后最终他要把自己推向另外一种存在形式，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肉体是承受不了这个东西的，承受不了这些能量啊或者信息量啊，可能就是一种类似的感觉吧。有一点恐怖的成分在里面。对，没事，咱们也没有那个机遇去接触，应该没有幸运到那种程度。对，对，好像说，但是你一旦知道有这个东西，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就会一直去想。这就是小我给你的执念了。对，一个诱惑。好像就是有一位博主叫 X 博士，他说之前就是张艺谋，据说看到过外星人 UFO 嘛。然后就是我也关注他。对，他说就是望的那么，对，那一瞬间哇，信息量太大，他整个人都呆住了，仿佛他看到了未来30年、50年的事儿。对，然后后来导演陈凯歌他差一步才能够看到，所以后来为什么张艺谋他成了那个国际导演，他拍电影那么好。对，但是他看了之后他就再也没提那件事情，因为信息量太大，就表达不了。对。那一期我也看过，然后他最近讲的，反正他讲的那些都是比较奇葩的。他最先火的在油管上面就是讲那个北朝鲜的事情，挺好玩的讲。对，正日，还有那个叫张什么，我也不记得名字，就是一个对，然后厨子是吧？那哥们儿的故事挺悲壮的，对。张正成吧，对，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总感觉就是时间都不够，感觉好快啊，这么快3个小时就过去了。行，我觉得咱们到时候就拉个群，然后我下午还得干活，就差不多。对。好。好，聊到那对，我们下次再约时间，再接着聊好听的话题。好的。然后咱们尽量定一个话题，因为我知道我是这种没有边界的，就不知道聊到哪儿去了。咱们尽量定一个话题，然后把这个效率一点。对，可以，我们在群里面来定话题。好的。好，行，非常感谢大家。那先这样了。好，感谢2位。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